有这样一道思考题：假设你住在一个小村庄里，村民们依靠在当地鱼塘打鱼为食，你要与另外3位村民共享这个鱼塘。鱼塘自起始时有12条鱼，同时鱼也会繁殖。每2条鱼每晚会产出1条小鱼。那么为了最大化你们的食物供给，你们每天可以捕多少条鱼呢？让我们花点时间思考一下。假设大鱼每晚产下的小鱼在次日就会变为大鱼，鱼塘自起始时也有足够的条件供鱼类生息，同时忽略鱼的性别以及类似的影响因素。答案是1条。而且不仅仅是你只能打1条鱼，最大化每位村民食物供给的方法就是每位渔民每天只能捕1条鱼。算法是这样的：如果每位村民每天打1条鱼，当晚鱼塘内会剩下8条鱼，每2条鱼会繁殖出1条小鱼，于是次日鱼塘内鱼的数量又会恢复到12条。如果有任何一位多捕了1条，鱼塘内的繁殖对数量就会减少，鱼的数量也就无法恢复，无法维持正常供给，最终鱼塘里也就不再有鱼了，而村民们只能挨饿。这个鱼塘引发的问题只是这类问题的一个事例，即所谓的公用品悲剧。这个现象首次于1833年由 William Forster Lloyd 提出，发布在一本小手册上，以此讨论了在村庄的公共区域内过度放牧的现象。100多年后，经济学家 Garrett Hardin 再次提出了这个概念，用来描述当许多人共享一种有限的资源时会发生什么，比如公共牧场、鱼塘、生活空间，甚至是清新的空气。哈丁认为是由于人们盲目追求短期自我利益，造成这些公共资源短缺的现象，而这最终只会有害于所有人，导致过度放牧、过度捕鱼、人口过剩、大气污染以及其他社会环境问题。公用品悲剧的主要特点是，它为人们提供了让自己获益的机会，同时却对大众造成负面影响。想要进一步了解它的含义，让我们回到之前的鱼塘思考题。每位渔民都有理由为自己捕捞尽可能多的鱼，然而同时鱼塘内鱼的繁殖量下降是需要所有村民一起承受的。基于避免自己的捕鱼量比邻居少，渔民会为了个人利益尽可能的多捕1条鱼，或者2条，或者3条。不幸的是，每位渔民都是这样想的，而这就是悲剧的开始。自身短期的利益往往与群体长期利益相冲突。以上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，然而公用品悲剧也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更复杂的情形里。过多使用抗生素可以增长畜牧生产的短期收益，并治疗一些人类普遍的疾病，但同时也会引发细菌的抗药性，从而对整个人口系统造成威胁。依靠燃煤发电可以为人们提供廉价的电力，并使发电厂获利，这些诚然可以为当地发展提供短期的利益，但采矿和燃煤造成的污染则会遍布整个大气层，在几千年内都无法消失。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：乱扔垃圾、水资源短缺、砍伐森林、交通堵塞，甚至是购买瓶装水。然而人类文明已经证明了它可以做一些卓而不群的事。我们起草社会契约，我们制定公用协定，我们选择政府党派，我们通过法律议案，这都是为了拯救因个人行为而受损的集体利益。这并不是简单的事，而我们也没有经常做对。但当人类怀有最好的意愿时，我们总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。如果我们能铭记 Hardin 的这个理论，就能继续做正确的决定。当公用品的利益出现时，对大家都有益的才是对每个人有益的。想要了解迷人的历史、外太空冒险、令人费解的哲学、关于你身体的最随机问题的答案等等，请订阅这个频道，请继续关注并保持好奇心。